刚才啊，我讲的是一种这个花牡丹头的用笔方法，下面呢，这个我讲一下多种的用笔方法。为什么呢？这个牡丹花啊，要画自己心中的牡丹的花的时候，就用笔啊，应该有所变化。我所说的混笔法，就是不是说笔尖朝下啊，或者笔锋朝上啊，这种方法，而是呢用自己感受的方法，用笔灵活多变的方法，去表现自己心中的牡丹，体现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下面我就演示一下。基本上呢，这个和刚才那种用笔的调色是一样的，但是呢，用笔的方法不一样，还是要笔肚方面浅，笔尖方面重，深一点。调好以后，我们就可以下笔了。确定一下牡丹的朝向，比如说，我们还是画朝这个左上方方向的牡丹花头。现在是画一种感觉和大的花的花型的姿态。这时候这个用笔啊，就不是单一的一个方向或者一种表现方法。强调，这时候也是强调用笔把它写出来，一种随意潇洒写的感觉，不拘泥。这时候呢，这些深化，它同时有些层次。这都有些变化，加一些浮瓣，个别重的地方，我们强调一下。现在看笔法当中，看不出很明显的用笔的朝向，但是呢，我们用眼睛眯起来一看的时候，这个牡丹花是丰满的，是绣球型的，并且里边变化是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一种意象的混笔法，就是一种写意感比较浓重的一种表现方法。用稍微重点的颜色去强调一下个别的地方，这个强调啊，也要源于什么呢？源于在生活的基础上，源于在对这个牡丹花的感受上。虽然说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笔啪啪啪几笔很大胆，但在整理和收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关乎着最后完成这个花朵的效果，花头的效果。然后这是一个整体，我们要破一破这个整体的圆和增加它的生动感，所以说我们要加一些这个散落的花瓣，使这个花头啊更加生动。基本上这个混笔法，这个牡丹花头到此啊就可以这样了。下面我们就画一下墨牡丹，再用毛笔啊蘸一下清水，
然后呢，笔尖部分加一些墨汁，调试一下，使这个墨汁啊，在这个毛笔当中自然的渗化，和调颜色是一样的。我们笔尖部分再加一点点浓墨，这样就开始下笔。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用笔。有些枯笔啊还要保留。保持这个花形和花头的这个姿态，这个凸凹的变化。这个墨牡丹和色牡丹有所不同的地方是，在调整的时候，不要破坏这些笔触。这些笔触啊很重要，它体现了这个牡丹花的这个层次。这样我们调一下这个浓墨啊，进行一下重点的一些强化，目的是使这个牡丹花的花型和花瓣的区别更丰富一些。这种调整啊，有的地方可以把眼睛眯起来以后啊，看这个整体效果。这一点还是强调是自己啊心中对牡丹要有数。所以说呢，我们画写生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把牡丹呢印在自己心中。在调整的时候，为什么我加这一笔？这就是很关键，就是画自己心中的感受一些牡丹吧。所以写生啊和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基本上这个花头到词啊就可以这样了。落笔，这时候用笔啊灵活。调水，加色，这些横线的用法、横笔的用法，就是体现这个牡丹花头中间的这个花瓣的一些变化，形成和向上的、中部的、下方的一些变化。
这个用笔就是下方的了，向下，笔尖朝上，形成这个牡丹花瓣的下垂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顺势画一瓣落下来的花瓣，即将衰落的掉落的一种花瓣，也形成了一种生动的感觉吧。好，这个蓝色的牡丹花头基本上就画完了。好，我下一步就画一下这个红牡丹。这个红色色系的牡丹，它有很多种牡丹花的这个色彩过渡组成的。它有一种是紫红色的，还有一种大红色的，还有一种偏暖的、偏黄的湖红色的。说这个过渡这些色彩变化很微妙。我说这3种也是基本上大体的红色的分类。下面我画一种这个比较暖色的一个这个牡丹花，红色牡丹花头。这样用毛笔先蘸水，使这个水在毛笔中有充分的含量。以后我们就先蘸些黄色，因为这个暖色调的它有多种色彩组成调和的。使笔根部分一定要有一种黄的感觉，然后调一下珠标暖色进行过渡。这个时候呢，在盘子里面，这个用笔一定要叫它自然渗化过来，自己感觉到已经上红渗化了为止，再加一点珠标，以珠标这个颜色为主，然后呢再调一点曙红。所以说这个红色这个颜色用的比较多，所以它过渡的成分也多，相应的多一点。画出来以后这个牡丹花这个颜色成分比较多。最后呢，我们加这个胭脂，在笔尖部分加胭脂，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落笔了。这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要灵活用笔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笔尖的颜色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不一样，它稍微浅了一点。这样呢，我顺着这个颜色呢和相同的颜色部位我要调整的时候，正好不用调色了，很方便。这样就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强调。在这个同一类的色区之内，可以这样做。